刚打完3份工回来，今天不做行吗？荣继桥，你又在闹什么？我重生了。上一世我在医院遇见他，以为他是富二代。我就是个工地搬砖的。可钱已经垫了，我只能让他还。他感激我，照顾我，我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。后来我不甘心窝在小县城，逼他陪我来京城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真的是京圈太子爷，而我因为纠缠他，被人活活淹死。想到前世的死法，我腿都软了。你能不能别玩太花的？我真的受不住，太累了。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房间里没开灯，我差点被你吓到了。看什么看？一身臭汗味，熏死个人了！赶紧滚去洗澡。水声一响，我又想起自己被淹死的感觉。那些人说把我丢海里就行。这间鸽子笼是段燕拼命打工才租下来的。快睡吧。我一夜没睡，直到天快亮才合上眼。冰箱有饭菜，记得吃。晚上工地有活，别等我。既然重生了，我至少不能再得罪段燕，对他好一点。等他回段家，我拿钱就跑。可我很快发现，我现在不是穷，是负债累累。我上一世到底都买了些什么垃圾？开门！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房租都拖4个月了。姐，您看能不能少跟我套近乎，明天没钱我就换锁。8000一个月，还欠了4个月，那你放不放手啊？我只能先把能卖的全卖了。这做工太假了，给500都嫌多。1000，不卖我就去下家。没想到一堆假货里还真混着一个正品，够交2个月房租，还能剩4000生活费。这鬼地方我1天也住不起了。可我不知道段燕这时候也回来了。小段啊，你那女朋友又惹祸了。怎么了？中午房东闹得可凶，说你们欠了4个月房租。他每个月把钱都给我，却第一次知道我根本没交房租。我回去时还以为自己卸下处理好了一件事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今晚要加班吗？他那眼神像要把我从里到外剖开。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，就随便在外面逛了逛，买了饭回来吃。平时呢？你每天出门都去做什么？完了，他开始怀疑我了。找工作。来京城都5个月了，还没找到适合的吗？我没有催你出去工作的意思，但邻居说你4个月没交房租了，我每个月起码给你12000，你都拿钱去做了什么？我怕的不是钱，是他顺着这条线查到我以前都去了哪里。对不起，段燕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我来京城才发现这里东西都好贵，生活质量还不如小城市。我试着找过工作，但要么太累，要么工资太低，所以我才想着去那种地方试试。我赌他会心软。我只是怕你在外面被人骗了钱。你哭什么？我又没骂你。我以为他会骂我，可他只是怕我被骗。你怎么也给我转房租了？我给你退回去了。你女朋友下午已经把房租都给我了。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？一下拖4个月，一下又给双倍。不好意思，让您跑一趟。那一刻，他知道我把房租补上了。我陪你吃完饭再出去。你不是要上班吗？晚1个小时没事，你吃外卖吧，我随便煮个面。我本来是买来给你当夜宵的，想着你晚上回来饿。你下午去哪儿卖的？二手奢侈品店。卖了多少33000，他们压价压得很。我知道他开始心疼我了。他没说话，我却莫名更心虚了。那些包和首饰，我确实攒过，也确实宝贝过。可他不知道，大部分都是高仿。以后想买？他大概想说想买就买，可我们现在连房租都快喘不起气。以后我不会买这些了，在京城生活太费钱了，我不能像在老家一样。有多的钱你就买吧，实在不想出去工作，在家里待着也行。下个月物业说给我升保安队长，工资多2000，应该够你花了。他都累成这样了，还在想怎么养我。我去上班了。你慢点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早点睡。我今天又撒谎了，一个谎只能用另一个谎去圆。以前我觉得这些都是段燕该做的，可现在我不敢了。半年就好了，等他回段家，我拿到钱就回县城。京圈不是我这种人能肖想的。段燕回来时，我已经睡着了。
瞬间，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死前。怎么了？哪儿来的？买的。现在是要攒钱的日子，不用买这些。没多贵。对了，我已经跟房东说了，下个月就搬走。我今天去看了一套房子，城中村那边4000块1个月，能省1半房租。那房子也挺好的，虽然没这边新，但够住了。不用搬，这里挺好的。啊，可以不用这么好，能省钱。不用省钱，能养活你。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他这句话。第二天一早，段燕已经去上班了。王哥，今天方便看房吗？城中村附近。方便方便，您几点过来？我在那边等您。 4000块1个月，半年能省2万4，我还是想试试。折腾快2个小时，我才到城中村。荣小姐，这边。这里和我记忆里最糟糕的地方一模一样。就这间，您再看看。这房子性价比高，独立卫生间还带厨房，您一个人住绝对够了。前世被段燕赶回县城后，我也住过这样的地方。房东看我的眼神，让我每晚都不敢睡太死。医院不要我，餐厅让我洗碗，我又嫌丢人。我已经给过你钱了，别再来了。我不甘心，又去找他的妻子，想讹一笔钱。结果他们给我的不是钱，是死。荣小姐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我再考虑考虑。吃饭了吗？吃了，你呢？吃过了。帮我们租这套房的中介和我说带你去看房了，你还是想换房吗？就随便看看。怎么没租？就觉得不太合适。哪儿不合适？就不太合适。是不是家具老旧？厨房即使打扫过油污，还是能刮下2斤。完了，他全看穿了。是不是太破了，住不惯？我没有。那为什么不租？就是住不惯那种地方。你笑什么？没笑什么。我脑子一下空了。你说要省钱，结果自己先受不了。我也没想到那么破。别动。他说的太平静，我反而整个人都快烧起来了。城中村那种地方，外面环境都一样，屋子里装修好一点的，大概率都是甲醛房。别将就，既然跟房东说不互租了，下个月就去看个好一点的房子，我养得起你。别多想，我去洗漱。算了，城中村那个苦，我还是吃不了。等我也找个工作，应该能负担一点房租。这么久不找我，找到新欢了？这语气绝对不是广告。谁的消息？没谁，广告。肯定是我以前在那些场所蹲到的有钱人，可前世没人给我发过这种消息。到底是哪一步出了偏差？完了。手机给我看看。看什么？我不能给他看，可不给好像更心虚。我不能给他看，可不给好像更心虚，只能再赌一次。是催收短信。想买什么和我说，别用白条这些了。一共欠了多少？就1500。又糊弄过去了，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你还没发工资呢，你还有钱吃饭吗？没事，有钱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把招聘软件都快刷出茧子了。在京城这种地方，我这点学历实在不够看。2天后，只有一家诊所愿意让我去面试。你之前在哪儿工作过？之前在老家的县医院当过护士。县城医院啊。我学东西快，能吃苦。下周1来上班，早上8点，别迟到。
谢谢院长。走出来那一刻，我突然很想告诉段燕，他这会儿应该在工地，电话未必方便接。小段，就吃这个。够了，吃点肉，干这活没力气不行。谢了。他把钱给我，自己却连菜都舍不得买。15一份，要哪个？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多打点肉。你怎么来了？给你买了点菜。哟，小段儿，女朋友啊，长得真漂亮，有福气啊你。你吃了吗？我吃过了，你快吃。我找到工作了。什么工作？导诊，在诊所，底薪3500，包中午饭，不用夜班，下周一就能上班了。我自己也能赚钱了，你以后别这么省。你是不是想分手了？啊？不然找什么工作？我不是说了我会养你的。我只是想让他轻松一点，没想到他会这么想。我没想分手啊。那是有别人追你吗？没有，我就只是找个工作而已。你怎么想到这些了？这段时间我变得太快，他不信也正常。那你没事找工作干什么？我就是想帮你分担一点。你看你现在，只是还没发工资而已。可你明明没钱了，还给我转那么多。你是不是想分手了？啊？不然找什么工作？我不是说了我会养你的。而且我也不能总花你的钱，我自己也得有点存款。行。季俏姐来啦。你男朋友送你来的吗？他做什么工作呀？保安。哦，保安啊，挺稳定的。季乔姐，你住哪儿啊？在3环，那边房租不便宜吧？我男朋友家里2环有房，房子车子都准备好了。我男朋友来接我了，顺路送你一程吧。有人免费接送，不用挤地铁，我当然不拒绝。你同事啊？我不知道他那天来接过我，人家有男朋友了。这个点2环堵车，技巧，你是不是坐地铁快一点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还能听不懂吗？对哦，那你们先走吧，我自己坐地铁更快。给你的。多少钱？5000。这么贵？发了奖金。我是真的喜欢，可这要是收了，就真把它榨干了。不要了，退回去吧。不喜欢。喜欢。那为什么不要？现在没必要买这么贵的东西。我怕便宜会让你觉得我小气。他是在怕我嫌弃他。以前你都是有一分花一分，现在怎么突然想存钱了？我也是会存钱的，不然当初哪有钱给你交医药费？也是。以后要过日子，没存款不行。以后结婚了要花更多。是吧？结婚我没贪心到那一步。看什么？超好笑的，你要不要看？你看这男的，他真的超爱，是吧？你说这种男的是不是傻？自己没本事留住老婆而已，他有更好的去处，还死缠烂打着不放。我完全没往自己身上想。季乔姐，有个病人做检查，你带去3楼吧。不是你负责引导吗？我指甲还没剪完嘛，你帮我一下呗。有些账不急着当场算。我等快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叫我？季乔姐，这个单子是你录的吧？你先认个错，别让病人闹大了。对不起，我马上帮您处理。解决完了？怎么年纪轻轻，记性比我奶奶还差？你干什么？调监控，8点到10点，这个工号只有你一个人在用。我就是记错了吗？我替你背锅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记错了？朱小月，这个月奖金全扣。对不起。哟，小姑娘回来了。让一下。跟这个保安受苦，不如跟哥哥。小姑娘，开门啊！小姑娘，开门啊！我这里有人骚扰我，可有些人不会因为报警就收手。哟，小段啊，你女朋友平时都在外面做什么啊？
我之前看他打扮的花枝招展出门，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营生？你说什么？我好心提醒你，别被戴绿帽子还不知道。你怎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为什么突然和我说这些？我问你话，你是不是找过我女朋友？前几天我就是喝多了敲她的门，你再敢骚扰她，我让你在京城待不下去。你回来啦？嗯，你手怎么红了？没事，碰到了。快喝，刚煮的。接下来几天，李健见到我就绕着走。这人是被谁打了？买了什么？排骨，还有青菜。我刚才看见李健了。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像是被人揍了。可能喝醉了摔的。多做点，你最近瘦了。我不知道，那天以后，段燕开始更拼命的赚钱。宝贝，上车。段燕说7点半到，现在还早。美女，这么巧啊，要不要搭个顺风车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男朋友马上到。你男朋友这样，你该好好想想他是不是真心对你。他大概没想到保安2个字后面藏着这样一张脸。等久了？没有，你刚好。长得帅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没钱，开个破电驴，长那样当保安浪费了，当男模收入翻倍。朱小月想跨越阶级，可她也知道萧乐不安分。我饿了，走吧。他不知道我记这些是怕以后走的时候说不清。小段儿，昨晚没睡好，和女朋友吵架了？没吵架，就是有点累。今天能干到几点？通宵也行。辛苦了，今天550。过几天有领导和开发商来视察，你帮我接待一下。什么时候？到时候通知你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工地有活儿。吃饭了吗？我看了个房子，离你诊所近，小区新，门禁严，2居室，我们不合租了。多少钱12000。太贵了，不搬。你是觉得贵，还是觉得我付不起？你是觉得贵，还是觉得我付不起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没必要。没必要。你不用跟着我吃苦，定金已经交了，下个月搬。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就交了？我想跟你住好点的地方，还是你觉得我穷，没必要和我规划未来？原来段燕是真的想和我有以后。你是不是想分手了？你现在搬家说贵，买东西推辞，连我想给你更好的生活你都说没必要。荣继乔，你是不是觉得和我没什么未来了？理智在叫我分手，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段燕，我等1年，再给我1年时间。如果1年后我还没什么出息，你再提分手，我不拦着。我知道你跟着我吃苦了，但我不会一直这样的。那你不能太累，工地的活别干太多，你身体会垮的。你不能把自己累垮，不然别说养我了，进医院更花钱。我会注意的。那就再陪他1年，反正1年后他就不是现在的段燕了。段燕说1年，我却知道1年都不用，他就会成为京城最大家族的掌权人。那就再陪他演一演吧。小荣啊，这么早就出门了？去上班。你男朋友不错，能吃苦。你俩什么时候结婚啊？还早着呢。遇到好的就赶紧抓住。抓住？我哪有那个命？买菜啦？晚上煮火锅。上来。走，上去看看。在京城，连阳光都是奢侈品。这房子怎么样？
很好看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竟然想把段燕带回老家，藏起来一辈子。可太子爷虽好，不是我的菜。我来。老段，你可以啊，老婆长得跟明星似的。你好，辛苦你来帮忙了。就这些，头一回见东西这么少的。再见了，漏风的房间，坏掉的灯，还有那些提心吊胆的夜晚。这房子行啊，多少钱一个月12000。你小子现在混得不错啊。帮个忙还要钱，当我什么人了？拿着，这是你该得的。他穷的时候也从不占别人便宜。喜欢就拿。这条就行。你穿多大码？43。一共262。其实我可以付一半。你那点工资自己够花吗？累死了。还没完，继续。好了。我去做饭。没事儿，我来就行。你今天搬了这么多东西，歇会儿吧。好。这只包到底是谁送的？我把2辈子的记忆翻烂了都想不起来。今天才过来，他怎么知道？